为了接手民调局，我假死后陷入了新的轮回。三金先生，这是朱红玉的身份证明，请组长检验。朱巡则仔细查验了一遍之后，又递给了身后的朱元涵。姑爷，先别叫我姑爷，你们朱家倒是精得很，左手给我安排大排场，右手把民调局的人找来，真是两手准备啊！如果三金连县城都进不了，那他们就算是对国家有帮助；如果三金能进来，那朱家就得抓紧这个机会。一切都是迫不得已，毕竟关系到朱家几百人的命。我又没怪你们，我总算知道小红玉为什么那么精明了，原来是遗传。祭祀结束，三金单独叫来朱巡则父子。爷爷，朱家怎么变成了这样？说来话长，那就别说了。你想让朱家变成什么样？要不要继续领导各大家族，还是说闷声干自己的事？继续领导，失去的终归要拿回来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也忍受够了。好，那就继续让朱家领导。小金，你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。好好疼红玉，她在李家从小被打到大，从未感受过丝毫亲情，哪怕是假的。我知道你在担忧什么，但那些都是老黄历了。尤其在经过这些年的打压之后，家族内部团结一致。我只是不想让红玉再受到伤害。姑爷，我是鸿雁的父亲朱元涵，这次真的要感谢你，都是我该做的。鸿雁是个好女人，哦不，鸿雁是个好大姨子，我们相处得很愉快。是吗？就是鸿雁有点不太懂事，很懂事，我一个眼神她就知道该怎么做。第3天，民调局霍凡来到朱家祖宅。金总年轻有为，这几年我观察过你做的事，几乎每一件事都没有经过严密的铺垫，全是率性而为，临阵决断。从前我不相信有这种人，但现在信了。所以我做的是漏洞百出，让霍局长笑话了。任何事都有漏洞，但你的决断能力反而弥补了这方面的缺点。三金，你非常恐怖。其实我也是被逼的，老早就想停下脚步享受生活了，奈何摊子铺大了，只能装死瞒天过海。你还年轻，没到享受的时候。跟年龄无关，我要是继续活着，恐怕只能建立个国家了。走得太快，爬得太高，终点也就是个独裁者土皇帝。两人的眼神不约而同地望向北面的高山。三金，这座山可不小，要不就在这里。就在这里吧，玩得开。两人同时打出去一通电话，接着继续谈笑风生。你也真是，回来为什么不说一声？好歹也让我尽个地主之谊。我哪敢跟您说呀？总不能跑到您跟前说嫂子也有我的一半吧？你还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，有这么打比方的吗？哥，我的错，主要是粗鄙习惯了。两人怎么看都像是好兄弟聊天，说出的话也没有什么忌讳。爸，他们关系很好吗？第一次见面，看似关系好，实则已经过招了。过招？没见打架啊？朱元涵指向北面的山。您的意思是手下在厮杀？他们这个级别的人，哪怕有仇也能坐在一起谈心论事，这叫惺惺相惜。朱元涵面色严肃，死死盯着北面的山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三金跟霍局长喝得醉眼迷离。哥，你说咱俩谁会赢？等等不就知道了吗？我的意思是你输定了。怎么说？用这个说。脖子凉不凉？你看我这把枪怎么样？好不容易搞到的珍藏品，非常不错。那咱们继续喝酒。三金，如果你掌握了尹氏家族，会怎么发展？干嘛要发展？只要保持资源再分配就行了，不然一个个的都得上天。怎么个分配法？内卷、内讧、挑拨，方法太多了。为什么？为了保护他们，也为了保护这个国家。任其发展，必出皇朝，平衡被打破，国之危矣。霍凡的眼睛亮了，露出了赞赏之色。话糙理不糙，如果你赢了，会以怎样的方式掌控？一家给我送个女人，让他们彼此宫斗。还能这么玩？这一点上我不如你。你当然不如我，因为没有摆清自己的位置，都掌握这么多家族的生死了，为什么不把自己当成皇帝？现代法治对这种隐藏的家族根本没用，必须沿袭皇权至上。霍凡愣住了，细细品味之后，发现完全正确。霍哥，你得把世界拆分成光明下的跟黑暗中的。光明需要一套秩序，黑暗也需要一套秩序。黑暗秩序自成体系，这是光明秩序永远也解决不了的，而且会一直存在。细分之下，光明也有好几种秩序，这个叫阶层。底层遵循法律，中层逃避法律，高层制定法律，每一个层级都有它的秩序。只要人类存在一天，这种秩序就会存在一天，除非有一天这个世界没人了。这是典型的秩序论，又是完全正确的秩序论。你是局长，但你又懂多少规矩？这里每一个家族都是定时炸弹，但凡时机成熟，他们终究是要冒头的。到时候民调局又该何去何从？未来资本为王。此时满身是血的孙银虎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。搞定了，干得漂亮，霍局，接下来怎么说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跟我见个人。见谁？真正的掌控者。如果你能说服他的话，一切就都是你的了，就看你敢不敢了。小虎子，安排无人机，安排导弹，让人过来在我身体内植入定位芯片，特定的时间内，如果我没走出来的话，就给我炸。是，师傅。这小子是真的不讲武德了。跟朱老爷子告别，霍凡带三金驾车前往帝都。大哥，这车也太寒酸了吧？你们民调局都用出租车接人吗？先生平时就靠跑出租赚钱，这是他的主业。有病吧？慎言。有什么好慎言的？有病就是有病。希望你见到先生还能这样说。霍局，你的眼神怎么充满了揶揄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不知道开了多久，出租车停在了一处大杂院门口。你傻了，快进屋吧。三金确实傻了，因为孕妇名字叫秋寒，是他亲妈。
你叫什么？金硕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废物大哥呗。我操！大哥，虽然你干啥不行，但只要努力认真就行，老老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，没人会看不起你的。快吃饭！古人云时不言寝不语。你不是得跑出租吗？怎么中午也在家里？这个点是最赚钱的时候。不是接你去了吗？这是理由？难道还是借口？你坐我的车来的，实在不行你也跟爸一块跑出租，不少挣钱。这都他妈什么跟什么呀？一顿饭吃得相当艰难，好在最终吃完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问题，所以想问什么就问吧。我想问你们是怎么在金硕面前说我的？他叫我废物大哥，我就想搞清楚这个废物到底是怎么来的。我们跟你妹说把你养废了，所以金硕是小号？绝对不是，主要是那几年我们实在没事干，就琢磨着生一个玩。那这个呢？小浩，你帮我们练。我有儿子，侄子比叔大不挺好吗？你们怎么比我还无耻？儿子，其实不能怪我们，一切都是为了你能好好长大。当初张天师说我跟你爸克你，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就是远离。张天师，他是不是有个师弟叫袁三才？不是师弟，是徒弟。张天师的确有个徒弟叫袁三才。儿子，别跟我说话。妈是问你累不累，卧室还没砸呢。以后民调局交给我就行，你们爱干嘛干嘛。儿子，你是认真的吗？难道我不认真吗？今天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，否则就只能硬碰硬，看看到底老子厉害还是儿子厉害。儿子长大了，终于能帮咱们分担了。老头，那咱们就走呗。那还等啥？赶紧走呗！大儿子，妈相信你能照顾好妹妹。等你弟弟出生之后，我们再把你弟弟送过来。这玩意交给你了，守护者勋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大夏暗中的守护者。这就走了。见过守护大人。霍局，你也算是功臣，我不好意思把你干掉，所以该给的活路一定会给你。大人有话您吩咐。详细介绍下民调局以及每一名人员。每一名成员，我怕死，所以必须了解清楚。民调局一共4386人，共分为4个科：民事科、调查科、行动科以及档案科。明天中午之前，让2位副局长来见我。好的。霍局，你得理解我，钱你想要多少拿走多少，权该放下就得放下。我明白您说的话，其实这些年我也早就累了。那就好，在我完全掌控之前，你依旧是局长，按我的规矩办事，能做到吗？一切听大人的吩咐。高原大陆黄金海岸线非常不错，有没有考虑带家人过去度个假？你也操劳很多年了，是时候放松放松了。霍凡无奈苦笑，算是见识到了新皇的手段。感谢三金先生，我按您说的办。行了，去办事吧。一番操作下来，让霍凡冷汗直流。老霍，我这个儿子怎么样？